世界各大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日本简报由6度简报6dobrief.com 制作。日本吸引全球晶片制造商 G7 采取行动削减中国的风险敞口。南华早报包括英特尔、美光科技、三星电子和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台积电在内的一些全球最大的晶圆制造商已同意在日本投资数十亿美元，此举将提高该国在全球晶圆行业的重要性。华盛顿在重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方面一直最积极，获得资金的公司将被禁止在中国建造尖端晶圆工厂10年，此举被视为旨在对抗该国的技术进步。新日中防卫热线的意义。日本时报中国和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条官方防卫热线，并在本周举行了长达20分钟的电话通话，这是在开始讨论这样一条热线15年后。设立该热线是为了发展两国之间的沟通机制，特别是与管理海军和领土争端有关的沟通机制，尽管双方都没有表示任何对对方实施武装袭击的计划。热线使负责在发生危机时处理特定问题领域的指定办事处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沟通管道。在切断通信可能使危机恶化的情况下，热线可能是确保通信的唯一途径。两国经历了各种与军事或海军活动有关的争端，包括中国直升机飞越日本船只上空，以及两国声称拥有尖阁诸岛的主权。拜登告诉七国集团领导人，美国将支援在 F-16 上训练乌克兰飞行员。加拿大环球邮报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举行的峰会上通知七国集团领导人，美国将支援共同努力，用 F-16 战斗机训练乌克兰飞行员。搜索美国制造的飞机之际，乌克兰正试图向入侵的俄罗斯军队推进。G7 呼吁为人工智慧提供护栏。金融时报 G7 国家的领导人呼吁为人工智慧的发展建立护栏，特别是围绕其大型语言模型的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和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 Rishi Sunak 在日本峰会上提出了担忧，理由是人工智慧对公民和经济的潜在好处。国家领导人呼吁开发准确、可靠、安全和非歧视的人工智慧，这反映了世界各国政府更广泛的担忧。本月早些时候，英国和美国的竞争监管机构开始表示计划监管该行业。欧盟最近还同意对人工智慧的使用制定更严格的规则，包括对聊天机器人的限制。而七国集团的数位和技术部长同意将人工智慧政策建立在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保护人权和个人隐私，并以风险为基础，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西方绝不能为习近平的经济妄想而堕落。英国每日电讯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主宰世界的野心使所有挑战其统治的国家都处于危险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援分散了领导人对积极破坏全球民主、自由贸易和自由秩序的颠覆努力的注意力。据报道，习近平正在准备他的军队在必要时强行吞并台湾，尽管没有可信的模式可以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在疫情期间的行动损害了国内的信任，而德国等政党仍然依赖中国市场。西方必须建立新的联盟，加强供应链，并实施制裁，以实现可信的经济威慑并抵制全球暴政。拜登缩短与苏纳克的 G7 晚餐，以应对美国债务上限危机。英国每日电讯美国总统拜登早早离开了与日本七国集团领导人的工作晚餐，听取了他在华盛顿的团队关于债务上限谈判的最新情况。如果在6月1日之前不提高上限，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这个问题引起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僵局，由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领导的一群参议员敦促总统援引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违约的灾难性后果，而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双方之间的协议条款。谁是 G7 领导人？广岛的议程是什么？英国独立报七国集团领导人已开始在日本广岛举行为期3天的峰会，议题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支援和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建设。此外，由于全球对气候危机的关注日益增加，与气候相关的行动将成为会议期间的中心议题。G7 没有常设秘书处或法律地位，
发誓要孤立俄罗斯并阻碍其国防工业生产，预计将有约7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而300多名个人、实体和飞机将受到制裁。日本简报，全球了解日本最快捷、简约的媒体，请通过6dobrief.com6度简报订阅。